2月15日，乌克兰又一次出动无人小艇，击沉了俄黑海舰队的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这已经是俄罗斯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黑海舰队被击沉的第25艘舰艇。这艘战舰的沉没，意味着俄黑海舰队1/3的战舰已经被消灭。如果海军之父彼得大帝泉下有知，怕是要气得棺材板都扛不住了。俄黑海舰队的糟糕表现放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存在。毕竟乌克兰在开战初期就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作战舰艇，在乌克兰海军缺位的情况下，黑海舰队被乌克兰的陆基力量打出如此惨重的损失，实在是令人汗颜。如今仗打到这个份上，黑海舰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制霸黑海的能力，难以对黑海周边国家产生威慑。不仅如此，俄罗斯其他3大舰队的日子也不好过。波罗的海舰队被北约国家层层堵截，出不了芬兰湾。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也面临装备老化、战力不足的问题，根本无法保障俄罗斯的地区利益。比如，俄罗斯唯一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从2017年便开始接受改装和维修，期间事故频发，甚至连锅炉房都发生了爆炸，重回现役遥遥无期。总之，俄联邦实质上已经丢掉了争夺海权的能力。俄罗斯海军则从苏联时代的蓝水海军变成了一个只能维持近海防御的黄水海军。获得拥有温水港湾出海口，成为世界性的海上强国，是俄罗斯历代统治者的宏伟理想。但在18世纪之前，这一直是个遥远的梦想。那个时候，波罗的海沿岸称雄的是强大的瑞典王国，黑海沿岸的强权则是克里米亚汗国以及他身后实力雄厚的奥斯曼帝国。沙皇的统治被固定在东欧大地的边陲之处，莫斯科甚至连今天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的森林地带都未能控制，因为在那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余威依然存在。至于广阔的西伯利亚雪原东部以及面向高加索和中亚内陆的草原深处，充当主角的是游牧民族的汉王和酋长。俄罗斯唯一掌握的出海口仅仅是白海附近的一处小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直到那个男人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横空出世，一切才发生了改变。他还有了一个更响亮的称号，即彼得大帝。彼得从小就对航海和军事充满兴致，虽然出身皇族，但他却多次隐姓埋名前往荷兰、普鲁士和英国的船厂，亲自打工，从学徒做起，学习西欧国家的火炮和造船技术，一度获得了优秀木匠的称号。不仅如此，他还在1696年正式建立了俄罗斯海军，并自愿加入海军，从1等兵干起。此后陆续获得了海军上尉、上校、中将和上将的军衔。彼得对于海军的热爱常常不加掩饰，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即俄罗斯只有2个盟友，陆军和海军。而为了让自己的海军有一片驰骋之地，让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他不惜用20年的时间发动大北方战争，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中击败北欧强国瑞典，拿下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而俄罗斯海军也在他的经营下，于1714年的甘古特海战后，在波罗的海打出了威名。最终，彼得大帝耗尽一生精力，在1721年通过尼斯塔德条约结束了大北方战争。俄罗斯通过这项条约，从瑞典手中获得了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打通了波罗的海方向的出海口。他还在涅瓦河入海口修建了一座崭新的城市圣彼得堡，并迁都于此。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征服并没有止步于彼得大帝，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一世还在1809年再次进攻瑞典，攻占了芬兰，让波罗的海北岸也变成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南方的黑海方向，彼得大帝在1700年第3次俄土战争胜利后，拿下了奥斯曼帝国的亚速要塞，这是俄罗斯在黑海获得的第1个出海口。虽然俄罗斯人这个要塞只坚持了10年就被奥斯曼帝国夺回，但在后来叶卡捷琳娜2世执政时，俄军获得了第6次俄土战争的胜利，于1774年从土耳其手中拿下了黑海沿岸大片土地。
原本依附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汗国也沦为沙皇的附庸，并最终被俄罗斯吞并。就此，俄罗斯又打通了黑海，获得了此处的暖水港。日后黑海舰队驻扎的塞瓦斯托波尔也在这一时期被俄国营建。在太平洋方向，俄罗斯顺着当初哥萨克探险家深入东方的足迹，将势力拓展到了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又通过19世纪下半叶与清帝国签署的一系列条约，获得了日本海沿岸的出海口。这里的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以及鄂霍次克海岸沿岸的阿瓦恰湾，成为了俄罗斯进军太平洋的战略支点。最后，在北极圈内，俄罗斯还获得了北冰洋沿岸为数不多的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就此，俄罗斯的出海口基本已经定型。尽管俄罗斯海军此后曾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沙俄守住了这些出海口。沙俄海军也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海上力量之一。等到沙俄覆灭，苏联兴起，莫斯科的海上力量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世界的影响比以往更加强势。苏联不仅通过本土部署的海军力量影响周边，还将大量的作战舰艇部署到越南、叙利亚、索马里、也门、东德等国，将其军力辐射到中东、亚太、南大西洋等大片海域。凭借强大的海军实力和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莫斯科的海权战略达到了历史巅峰。然而，谁也不会想到，10多年后，伴随着苏联解体，继承苏联衣钵的俄联邦将一步步败光祖上积累的遗产。在总体战略上，90年代以后，俄海军奉行战略收缩政策，不仅展开了大刀阔斧的裁员裁舰活动，还撤掉了除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以外的所有海外军事基地。再加上苏联解体后，莫斯科丧失了对周边前苏联加盟国的控制力，原先分散在其他加盟国的造船设施、技术和人才也无法被俄罗斯掌控。比如，因为以往由乌克兰把持的大型燃气轮机技术无法被俄罗斯掌控，俄联邦始终没能建造大型水面舰艇。再加上俄罗斯经济条件并不好，苏联又在与美国的海上竞赛中点出了许多科技树和战略方针，因此俄罗斯很难维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而在海军的具体发展层面，俄罗斯海军的实力也在苏联解体后大幅度下降，再也没能服役排水量超过5000吨级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俄海军所使用的所谓新武器，大多也是从苏联遗留的固执堆中奋力考古所得，根本发展不出新技术。这也是为什么像基洛夫级巡洋舰、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这些落后于时代的老船，还要修修补补用到现在的原因所在。在这种环境下，俄罗斯海军的战力当然也不会强到哪里去。黑海舰队在对乌作战中的糟糕表现，就是俄海军日渐沉沦的一个缩影。在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开打之前，黑海舰队麾下拥有包括一艘光荣级巡洋舰在内的50多艘舰艇，曾长期在黑海称霸一方，参与了2008年的俄戈战争和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的活动，是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威慑周边国家的急先锋。等到俄乌开打之后，黑海舰队被俄军寄予厚望，不仅出动舰艇和陆战队夺取了蛇岛，还出动2栖舰艇试图威胁敖德萨、马里乌波尔和尼古拉耶夫等地。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开战不到2个月，乌军就用2发廉价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将吨位超过 1.1 万吨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送上了西天。随后，乌军又在收复蛇岛的战斗中击伤击沉了多艘黑海舰队登陆艇。等到西方国家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交付后，乌军用它们和自产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搭配使用，给黑海舰队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就连黑海舰队司令部也多次遭到乌军导弹的斩首行动，前舰队司令维克多·索科洛夫上将至今生死未卜。可以说，如今的黑海舰队已经沦为笑柄，俄罗斯制霸黑海的夙愿也化为了泡影。要不是土耳其严格遵守蒙特勒公约，在战时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舰进入，随意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俄罗斯在黑海面临的压力只会更加严峻。糟糕的情况不仅发生在黑海方向，也出现在俄罗斯的其他出海口。
在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最主要的出海口是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这里也是波罗的海舰队主要的驻扎地。波罗的海本来就是一个内海，地理环境比较封闭，在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波罗的海南岸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波兰就已经与俄罗斯关系不怎么和谐。等到俄乌大战发生后，就连北岸的芬兰和瑞典也纷纷改变中立政策，转而拥抱北约。俄罗斯海军在波罗的海通航的环境变得更加糟糕。从圣彼得堡出发的俄军舰艇，如果想进入大西洋，那么他们一离开俄国水域，就会在芬兰湾被芬兰和拉脱维亚南北堵截。等俄军穿过芬兰湾，又要面临哥德兰岛附近的瑞典和波兰堵截。再往西，俄军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穿过丹麦腹地的峡湾。此后，他们还需要穿过卡特加特海峡和卡斯格拉克海峡，躲过挪威海军的围堵，才能进入大西洋。而即便如此，北大西洋时常也有德国、英国甚至美国海军的军舰和飞机在此巡逻。在整个波罗的海已经北约化的情况下，波罗的海舰队实际上只能龟缩在圣彼得堡和加里宁格勒狭窄的母港内，根本无法在这片海域随意驰骋。更别说波罗的海舰队自身的武力也捉襟见肘，整个舰队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战舰只有一艘现代级驱逐舰坚毅号，且目前还处于维修状态。波罗的海舰队是指望不上了，太平洋舰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太平洋舰队的舰艇阵容要比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更好一些，但同样也是以老旧的大型水面舰艇加新建造的中小型护卫舰为主。这些舰艇虽然进攻火力不错，但大多缺乏防空能力，且其中近年来新入列的一批中小型护卫舰存在续航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满足远洋作战的需求。更何况太平洋舰队还需要在战略上直面实力强大的美国海军第7舰队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通过在阿留申群岛和日本部署的军事力量，配合日本海自强大的反潜实力，完全可以把太平洋舰队锁死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让其难以前往其他海域。至于坐镇北冰洋沿岸的北方舰队，虽然它的实力在俄罗斯4大舰队中首屈一指，但需要注意的是，北极恶劣的水文条件始终是制约他们出动的一道障碍。一旦冬季到来，这支舰队能出动的舰艇阵容就会大打折扣。更何况这里与俄罗斯其他海域的距离太过遥远，北方舰队很难用这里的力量支援友军。唯一的亮点恐怕也只有俄罗斯的潜艇部队，毕竟俄罗斯潜艇依然可以利用北极冬季深厚的冰层躲避西方反潜力量的搜索，为俄罗斯的核力量保住一丝尊严。但由于缺乏强大的水面舰艇提供掩护，俄罗斯潜艇的前出范围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更多的时候只能充当游荡在母港附近的水下导弹发射平台。总之，俄罗斯从沙皇时代获得的出海口，如今已经很难发挥作用。俄罗斯海军只能孤立地分布在几片不相邻的海域中做困兽之斗，再加上俄罗斯拉胯的经济状况和止步不前的科技发展，俄罗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难以实现海军舰艇的现代化建设。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俄罗斯海军和今天的俄罗斯海军一样，是一支只能承担近海防卫的黄水海军，与争夺海权无缘。可以说，彼得大帝当初开创的基业已经快被败光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命运，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和意见，请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